朱、邢、李3000岁的传说及由来。朱佑、邢炳和李良3000岁的传说和信仰，在中国南方，尤其是福建和台湾地区，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。这些神祇在当地百姓心目中，不仅仅是守护神，也代表了忠勇、无私奉献和对家乡的保护精神。3000岁在妈祖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，作为妈祖的护法神之一，他们协助妈祖驱邪除魔，保护信徒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灵信仰体系。这些传说背后的故事，不仅反映了中国民间信仰的特色，也折射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变迁。朱府千岁、邢府千岁和李府千岁的信仰，随着妈祖信仰的传播而进一步扩展，成为地方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3000岁的传说主要围绕他们的忠勇事迹展开，这些事迹在当地流传甚广，并且成为地方传统节庆和民俗活动的核心。朱佑，尊称朱府千岁，是3000岁中最著名的一位。他的故事最初源自于福建地区，并随着民间信仰的扩散而传播到台湾和其他华人社会中。传说朱佑是明代的一位武将，性格刚毅，对抗侵略者时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。他的忠勇精神深受地方百姓的敬仰，成为后世信仰的重要基础。朱佑的生平故事虽然在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，但根据民间传说，他出身于福建的同安，家族是世代从事海防的将门。朱佑自幼受到良好的武艺训练，成年后成为地方义勇军的首领，专门负责抵御海盗及外敌的侵扰。传说朱佑在生前便以忠勇著称，他在一次海防战争中，率领义勇军多次击退来犯的敌军，使得地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然而，在一次激烈的海战中，朱佑不幸阵亡。据说，他是为了掩护其他战友和百姓撤退而牺牲的。这段忠勇殉国的故事，成为了朱佑信仰的基础。朱佑的英勇事迹主要围绕住保护地方的海防战役展开。据说，他曾多次以寡敌众，利用地形优势和敌军作战，取得了多次胜利。他的军事策略以灵活多变而著称，不仅能击退来犯的海盗，还能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这些传说塑造了朱佑的英雄形象，使他成为地方民间信仰中的保护神。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的贡献，开始在朱佑殉国的地方建庙供奉，并称其为朱府千岁，以求保护地方安宁和百姓的平安。朱佑的牺牲，对于当地人来说，是忠勇精神的象征。传说中，朱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，面对数倍淤积的敌军，依然毫不退缩，最终力战而亡。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，深深打动了当地百姓。为了纪念他的忠勇行为，人们开始建造庙宇，定期举行祭祀活动，以表示对朱佑的尊敬和感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朱府千岁的信仰逐渐扩展到周边地区，成为台湾和福建一带重要的地方信仰之一。其庙宇的分布也越来越广泛，吸引了更多的信徒前来参拜。朱府千岁被认为具有多种神职功能，主要包括驱邪避凶、保护平安、治病解厄等。他的形象常常被描绘为英姿勃发的武将，手持武器，象征着无畏和力量。信徒们相信，朱府千岁能够保护家园不受外敌侵扰，并且在旅途或海上航行中保佑平安。在一些庙宇中，
朱府千岁还被赋予了治疗疾病的功能，特别是在民间流行病肆虐的时期，信徒们会前往朱府千岁庙宇祈求其帮助消灾解厄。邢炳的故事与朱佑有些相似，也是在对抗外敌的过程中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。他的传说主要集中在闽南地区，尤其是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传甚广。根据传说，邢炳出生于泉州的农民家庭，自幼体魄健壮，拥有过人的勇力。成年后，他成为当地义勇军的一员，专门对抗侵扰地方的海盗和外敌。邢炳的生平故事多以其英勇无畏的形象为核心，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敌、舍身取义的忠勇形象。邢炳的英勇事迹主要体现在保护地方海防的战斗中，他经常带领当地的义勇军拦截海上的盗匪，并成功阻击了多次的海盗入侵。邢炳的名字成为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守护象征，他的英勇事迹也成为后世信仰的重要来源。传说中，邢炳在一次与海盗的战斗中，为了掩护百姓撤退，与数倍淤积的敌军激烈交战，最终战死沙场。当地百姓对他的忠勇行为深表敬意，于是建造庙宇，将他奉为邢府千岁。随着信仰的传播，邢府千岁的祭祀活动逐渐扩大，成为闽南及台湾地区的重要信仰之一。邢府千岁的神格主要体现为驱邪、保护和平和维护正义的守护神。他的形象通常被描绘为身披战甲的武将，象征着正义和力量。邢府千岁也被赋予了驱除邪气、消灾解厄的神职功能，信徒们常向他祈求平安和健康，尤其是在重大危难时期或疾病流行期间。李良的传说主要流传于泉州地区，故事中他被描述为一位忠勇无畏的战士，生前立下许多军功，深受百姓的尊敬。李良出身于泉州的将门世家，家族世代效忠朝廷。年轻时，他便展现出高超的武艺和对正义的坚持。成年后，李良投身军旅，对抗外来侵略者，保护地方百姓的安全。李良的故事多以他在对抗外敌时的英勇表现为主轴。据说，在一次战役中，李良率领一支小部队，成功阻击了大批来犯的敌军，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指挥能力。这些故事成为李良忠勇精神的象征。李良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和百姓而壮烈牺牲，这段故事成为他被尊奉为神灵的主要原因。地方百姓表达对他的敬仰之情，建庙奉祀，将他尊为李府千岁。李府千岁在信仰中被赋予守护平安和驱除灾厄的职能，人们认为他能够保护家园免受外来侵害，并且在旅行和冒险时保护信徒的安全。信徒们经常在李府千岁的庙宇祈求庇佑，尤其是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。朱佑、邢炳和李良3000岁的信仰，从起初的地方性祭祀逐渐演变为区域性甚至是跨区域的信仰体系。随着妈祖信仰的扩散而扩大影响力，福建和台湾地区在3000岁信仰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这不仅体现了地方民间信仰的灵活性，也反映了社会对忠义精神的高度推崇。3000岁信仰最早源于福建闽南地区，尤其是在泉州、同安等地的广泛传播。随着闽南移民的跨海迁徙，这种信仰也逐渐传入台湾，特别是在清代，随着大量福建移民的涌入，台湾形成了与闽南地区相似的信仰文化。
3000岁成为台湾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台湾的北港朝天宫是3000岁信仰的重要庙宇之一，这里的3000岁信仰与妈祖信仰密切相连，信徒们相信3000岁作为妈祖的护法神之一，协助妈祖驱邪、解厄、保护信徒。这时的3000岁信仰在台湾不仅限于个别庙宇，而是成为了整个民间信仰体系的一部分。3000岁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妈祖信仰融合在一起的。3000岁被视为妈祖的护法神，负责协助妈祖在驱邪避灾、保护海上航行和地方安宁方面的工作。这种信仰体系的融合，不仅增强了信徒们对妈祖信仰的认同，也丰富了民间信仰的内涵和仪式。在妈祖庙宇中，3000岁通常被安置在妈祖神像的左右两侧，象征住对妈祖的辅佐。这样的安排不仅是对3000岁忠义精神的尊崇，也是对其驱邪避凶功能的期待。信徒们在进行妈祖祭祀时，往往也会一并向3000岁祈求平安，祈愿诸事顺遂。3000岁信仰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。在福建，3000岁的信仰更侧重于忠勇精神和海防事迹，这与当地长期的海上贸易和对海上安全的重视有关。而在台湾，3000岁的信仰则更多的与地方守护神的角色相结合，不仅保护海上航行，还涵盖了治病消灾、驱邪解厄等多种神职功能。此外，3000岁在台湾的祭祀活动通常更加热闹和多样化，如绕境、庙会和绕境阵头等，吸引大量信徒参与，成为地方文化的盛事。这些活动不仅反映了信仰的深厚基础，也显示出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3000岁的庙宇在台湾和闽南地区分布广泛，每年的祭祀活动是地方信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活动既有宗教的意涵，也带有浓厚的社会与文化色彩。3000岁的祭祀活动通常在农历3月和9月进行，这些时期被认为是祈求平安和驱邪避灾的好时机。祭祀活动包括迎神、绕境、祭拜和进香等多种仪式。迎神仪式通常会邀请当地的阵头参与，如舞狮、八家将和官将手等，增加活动的热闹气氛。绕境是3000岁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，信徒们抬着神轿走遍各个村庄和社区，象征住神灵护佑整个地方的平安。绕境过程中，信徒会燃放鞭炮、摆设香案，迎接神轿的到来。这些活动也成为地方居民联络感情、加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机会。在3000岁的祭祀活动中，信徒们常常会携带贡品，如香、烛、纸钱、糕点等，前往庙宇祈求平安和幸福。祈福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包括点光明灯、挂平安符、掷箫和许愿等。这些活动不仅是对神灵的信仰表达，也是祈求美好生活的具体行动。在某些庙宇中，信徒还可以进行酬神活动，即信徒向3000岁还愿，并举行一系列的感谢仪式，表达对神灵庇佑的感激之情。这些习俗延续至今，已成为3000岁信仰中的重要特色。3000岁信仰在文化和社会层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尤其是对于凝聚地方社群和延续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。3000岁信仰所包含的忠勇精神和护佑地方的传说，使得信徒在祭祀和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心灵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，
信仰活动成为社群的集体行为，透过祭祀活动来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，凝聚社会力量。特别是绕境和进香等大型活动，更能促进社区成员的交流，增强地方认同感。3000岁信仰所涉及的故事和仪式，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传说和习俗不仅反映了历史事件和人物，也记录了当地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。透过3000岁信仰的传承，地方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，成为现代社会中宝贵的文化资源。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3000岁信仰也面临着如何适应当代生活的挑战。在一些年轻信徒中，信仰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参与，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。这使得3000岁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，并通过文化活动和节庆继续发挥着社会功能。3000岁信仰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传统民间信仰，蕴含着忠勇精神和地方保护的象征意涵。透过历史故事的传承和信仰活动的举行，3000岁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凝聚社会力量和保存地方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未来，随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，3000岁信仰仍将在地方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。